非有消息，美国航空宣布将开通一条航程最远的支线航线，距离之长让人颇感意外。新开的航线是从美国西南角的凤凰城到北部的阿普尔顿，两地的空中距离长达2360公里。2000多公里的航线对于干线客机来说稀松平常，但是在全球范围来看，也很少有航空公司使用支线客机开辟这么远的航线。美国的支线市场非常发达，但很多都是1小时左右，航程一般约600-700公里。例如从阿普尔顿到明尼阿波利斯有达美的支线，距离435公里，飞行45分钟左右。美国航空本次准备使用12届175直飞，12届175有 A2 和 L2 两个版本，比较远的12届175 L2 航程可达4000公里，但实际上它很少承担2000公里以上的任务。美国是支线航空最发达的市场，为什么美国的支线客机不经常飞长航线呢？原因主要有3个。一是美国民航采取枢纽模式，支线主要是从枢纽向周边摆渡，较少做点对点的运输。例如从凤凰城到阿普尔顿，美国民众通常的想法是先坐到明尼阿波利斯或者是亚特兰大。在美国不管你去哪儿，先坐到亚特兰大都会很方便。第二个原因是支线飞机飞长途通常不太划算，飞长途需要带很多的油，油带多了之后商载相应的减少很多，经济效益就会下降。还有就是支线飞机本身也是为了频繁起降而设计，总让它飞长途的话，寿命指标中飞行小时数消耗很快，但是循环或者是起落次数等指标会剩余很多，特别是对起落架这样的，机体和部附件寿命消耗不匹配，容易造成浪费。第三是支线飞机的客舱小，坐久了也不舒服，不如先坐干线客机到附近，再坐短程支线客机摆渡。这就像从北京到扎门乌德，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坐飞机到阿联浩特或者是坐火车，虽然有大客车直接去还只要220元，然而一路颠簸恐怕不如飞机火车舒服。当然由于民航的发展模式不同，在中国中转出行相对较少，点对点的飞行模式是主流，所以中国的支线飞机如 C909 就直飞了很多1000多公里的航线，比如南昌到北京、佳木斯到威海和济南到揭阳等。美国航空计划明年1月份使用12届175开通凤凰城到阿普尔顿的航线，2360公里放在中国也算是比较长的支线航线了。但是中国前不久使用 C909 开通了美纳多到广州的航线，航程足足有2700公里，要飞4个小时左右。如此看来，中美两大航空市场都不约而同地开通了支线客机的长程航线，莫非是民航市场又有什么新的趋势了吗？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呢？欢迎评论交流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